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昨天在下班之前，我又去城里面买了一车钢筋，总共花费了6750，车费是150，那加起来就是6900块钱。我们整个院子所花费的钢筋有好几万了，钢筋的价格也在上涨了，现在已经到了4000多一吨。昨天买的钢筋主要就是这边需要铺梁还有钣金，那边的钢筋基本上已经铺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师傅他们就在上面绑扎钢筋。待会儿呢，我带大家上去看一下。木匠师傅他们过来做工之后，每天所产生的木屑很多，我们专门留了一个师傅在底下做些杂工，然后呢，每天都要清理这些杂物啊、木屑，清扫了之后，在那边我们是把它全部给烧掉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的天气啊依然是非常好，但是天气预报说过2天可能会下雨了。这是我们昨天挽钢筋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模具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2根钉子，3根钢筋，基本上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。上一期我是简单的为大家分享过了，实际上很好用。朋友们啊，如果你们在老家建房子，需要就是说挽一些钢筋不太多的情况下，自己这样子去钉一个，挺好用的。今天依然是清理春木板，清理好了之后马上就开槽，然后呢，在那边全部堆放在那块位置。这些钢筋就是我们自己挽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粗盐的造筋，意思也就是基本上粗盐挑出去的，我们是挑了1.6米。当然，粗盐的位置只有60公分，里面是留了1米。从这边有座木楼梯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这个老人家天天过来看我们干活，今年是79岁的高龄了。今天依然是2个木匠师傅在干活，有个师傅去喝水了。这块篷布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，要不然这么大的一个太阳天，在下面做工啊，真的很热。这是已经清理好的春木板，并且都已经开好了公母榫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红颜色的，刷上漆之后颜色会更亮一些。这边之前给大家说过，是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，我们已经绑扎好了钢筋，并且模板已经装好了。只要和点水泥砂浆就可以把地梁给打好了。1.7米乘以2.4米的尺寸，这边是留了1米多宽。以后我们要在这边做门、做过道。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两边还剩这么宽作为房间。房间并没有多大，但是只要功能齐全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已经走上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2个卫生间的楼顶。这边就紧靠着邻居家的围墙了。其实啊，这里距离后屋檐滴水是只有几十公分高了。
10公分一根的钢筋，还算是比较密的。这上面我们用到的是单层的钢筋，并不像院坝那边双层钢筋。当然，每一根梁我们都是单独的去处理的。估计要明天吧，到时候我把视频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圈梁的位置，我们怎么去加固，怎么去处理。实际上，这和双层的钢筋基本上差不多了吧。这边有点生锈的钢筋，就是之前我们打院坝买过来剩下的，也全部安装在这块区域了。这些出檐的位置，有2头我们都是打了弯钩，这就是造筋，意思呢，也就是把这个边沿给造住。这后面的出檐呢是30公分，两侧的出檐是60公分。这边已经绑好了造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变成了双层钢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在农村里面建房是不会这么做的，当然现在随着时间的改变，很多方法呢都在变化。这样子做了一个造筋之后啊，整个线脚板会结实很多很多。在转角的位置，我们又拉了4根这样的造筋，会更加的牢固。这边也都全部要绑扎起来。像这些钻孔，我们全部用那些废弃的水泥袋全部给填充起来了。那从这里大家可能会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些板筋不直接做到出檐的位置呢？在这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。实际上啊，以前我们建房子，这些板筋我们是直接延伸出去，也就是到出檐的位置，上面就不加了一层造筋。这个样子啊，时间久，如果出檐的面积比较宽，比如说60公分、80公分，长时间这样子的话，它的承重是不行的。时间久啊，这边的出檐它会断裂。所以现在我们这样子去做，钢筋的话只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面砖墙过去一点点，然后呢，这边我们就再加造筋。所以啊，它这样子相当于一根扁担一样的，把整个出檐的位置给挑起来了。我不知道朋友们，你们那边建房子是否也是这样子的？看，这些都是完好的造筋，这边是挑出去30公分，整个造筋我们做了是1米左右的，剩下70公分在里面，相当于这就是一根扁担一样的。这些钢筋绑扎好了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紧挨着模板的。我们就需要用到专用的一些砖块，把它给垫起来，意思也就是提筋吧。这边我们是分开一间一间的去绑扎。没有可能一下桥，那没得工作办，没事没得。今天再来1天的时间，这些圈木板应该会清理的差不多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些造筋的位置，我是可以直接踩在上面的。
很密实。昨天买的钢筋，我们是直接堆放在邻居家的院坝，从那边传递上来的。朋友们啊，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觉得我们河边那栋房子，我们的墙板是用石膏板做的，然后呢是刮上了白色的栗子墙，配合这样的木房子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像我们这栋木房子，也可以采用那样的方法，当然也可以采用全实木去装修。你们觉得哪种比较好呢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，因为最近时间我们都要开始装修这栋木房子了，一定要决定好怎么去做。我们这栋房子也是双挑手，前面是单挑手，后面是双挑手。河边那栋房子是单挑手，单挑手它承重力要更重一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的挑手是很大的，时间久啊，它是不会往下降的。如果是以前起房子只有单挑手，这2根领子呢，只会全部架在这根挑手之上。时间久啊，它会有点松动，会变形。从这边位置比较高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院子的楼梯和大门。基本上车子进来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。我们也把土层降了大概有30多公分左右吧。这个平台也还是挺大的。这边一打线胶之后，我们马上要把院坝的栏杆给做了。确实啊，很纠结。每一期的视频都有很多热心的观众给我留言，说啊，石头，整个院坝还是不要去做一些现代化的栏杆，比如说发平柱啊、水泥柱子之类的，尽可能去做一些木栏杆吧，或者用水泥柱做成木栏杆，刷上木纹的漆，这样子会和整栋木房子搭配一点。现在真的很纠结，再过几天吧，再看看情况。这栋木房子的主体我们是在年前的时候建好的，盖的是瓷瓦，上面是小青瓦，整体这样子搭配很多年，不需要去检修。我们整个院坝实际上有很多热心的观众都给我留言了。最开始我是准备在院坝里面留大概1/3左右，用砖给它砌起来，然后呢回填一些土做菜地的。很多热心的观众听到我这么说之后，就给我建议，整个院坝做菜地太可惜了，因为在农村里面菜地是到处都有，不必这样子去浪费。确实啊，这个问题我也深入的思考。这块院坝呢，以后我肯定会做一些，比如说类似于接待民宿之类的去用。过来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多。在院坝，我想留一些营地，比如说，搭建一些小台子，大概几个平方。这样子让一些外地的朋友过来，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在这边搭帐篷露营，也可以睡在我们家的房子里面。这样子倒是一个可以把整个院坝给利用起来一个比较好的方案。所以说菜地这块的话可能会耽搁了，或者可能不会去做菜地了。到时候我们把栏杆打好了之后再看吧。那
我们家旁边这块地呢是舅舅家的，也很宽。如果需要做菜地的话，是完全可以在这边做的。之前给大家说过啊，我想在这边做一些绿化，做一些类似于花园这样子的，也可以让一些朋友过来自己搭建一些小木屋之类的。因为舅舅呢是不打算回农村，这栋房子呢盖好了之后，基本上就这个样子，他很少回来，都想在城里面发展了。所以说以后这块地呢，我们用得上，可能就会给它全部利用起来。包括这外面呢也有很多地，大部分都是邻居家的，有的人是种的，有的人没有种，我们都可以和村里面商量，把它全部租下来，种点菜都是可以的。包括院坝外面的那些稻田啊，很多都是可以去种的。在农村里面，基本上吃的不用去买，自己种吧。每年种个1-2亩稻谷，种个几分地的菜，再养点鸡鸭，如果有条件的话养1头猪，那这样子小日子过得我觉得挺安逸的。尤其是自己能够吃到一些比较绿色健康的一些食品吧，这可能就是我喜欢回到农村生活的一个原因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人对于人生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到大城市里面去发展，但是很多人呢在城里面待的时间久了，又想回到农村。在视频里面也有很多观众和我留言，他们说啊，石头啊，确实没有你这样的魄力，回到农村花费这么多钱来建一栋房子养老。其实我都告诉他们，我只是没有太多的能力才回到农村。小孩子要生活肯定在城里面要方便一些，但是养老绝对是农村更好一些。现在我们40岁的年纪，其实上也可以为自己去考虑以后接下来的一些生活了，所以我是提前做好一些计划的。可能啊，我这个院子建好了之后，会陆陆续续的出去。之前也给大家说过，去一些比较环境比较好的贵州啊、云南这些城市去看一些闲置的房子。在那边呢，也准备租一些房子，以后也可以出去走一走。每年呢，几个月在那边生活，几个月呢又在老家这边生活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吧。当然，今天可能和大家聊的也比较多，只是说最近的视频收到太多这样的留言了，所以说我在拍摄视频的同时呢，和大家聊聊天，也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大家。现在师傅要从这边把钢筋给递上来，每一捆钢筋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全部给它分开好了。我们是属于少数民族苗族，其实我们这边传统的老木匠也不多了，因为赚不到钱，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去学做木匠，所以现在都是老木匠来装修房子。像这位老木匠已经是70多岁了，那边那位也有60岁左右了，手艺是非常好的。以后等到木房子装修的过程，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手艺了。朋友们啊，已经不止一次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让我把视频拍得更长一些，
就算唠唠叨叨的和大家聊天也挺不错，大家就想多看一些师傅们做工的镜头。确实啊，因为我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饭，还要买材料，有的时候呢还要计算一些，比如说钢筋啊、水泥啊，还有整个尺寸的把握，大的方向肯定我需要去全部考虑好的。很多问题我们都是现场去商量怎么去解决，所以说有些视频我是没有完全拍的那么到位的，也请大家谅解。但是每天小院的施工进度呢，我都会拍出来记录给大家看。当然，如果一些比较喜欢关于农村题材的朋友，一看就知道啊，我们建房子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去做，很麻烦的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特地把视频的长度给增加了，可能以后大概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长吧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在评论区留个言，就说以后把这个视频加成这样子挺好的，行不行？好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